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们要讨论睡前绝对不能做的3件最糟糕的事这个课题。很多人都会在睡前做这些事情，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有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首先，让我从睡前绝对不能做的第一件事——思考负面的事情来开始解释。在夜晚思考负面的事情是非常不可取的。从根本上说，我们人类的大脑对负面的事物比对正面的事物更敏感，这是一种在进化过程中嵌入我们大脑中的特性。在远古时候，人类的生活充满了危险，比如在睡觉时可能会被狮子等猛兽袭击，或者在走路时看到某个地方有食物，但旁边传来沙沙声，很可能是藏着猛兽。这时候，负面的思考会让人迅速逃跑，从而生存下来。而那些认为没事、积极思考的人，可能会因为去捡食物而被猛兽吃掉，从而降低了生存的概率。因此，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都对负面的东西有着很强的吸引力。我们大脑的基本结构就是这样的，因为过去充满了危险，不关注负面的东西就可能会丧命。所有生物的首要目标都是生存。但是现在怎么样了呢？让生命受到威胁的危险几乎不存在了。现代社会可以说相当安全。然而和远古时期相比，我们大脑的结构并未有太大的改变，仍然会被负面的东西强烈吸引。特别是在夜晚时，我们常常很容易陷入负面的思考。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在夜晚反复思考白天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难以入睡，或者一到晚上就觉得一些小事突然变得很重要，或者对未来感到不安，思来想去，感到非常痛苦。对这些人来说，夜晚的时间被称为恶魔的时间段。很多人也有这样的经验，在前一天晚上纠结的事情，到了第二天早上再想，就觉得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也认为不值得去担心。为什么我们在夜晚会更容易陷入负面思考呢？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荷尔蒙的影响。大家可能听说过一种叫做血清素的荷尔蒙激素，它被称为幸福荷尔蒙，对我们的精神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夜晚时，这种幸福荷尔蒙的量会比白天少，因此我们的精神稳定性在夜晚时容易崩溃。此外，我们人体每天的能量是有限的，而到了晚上，由于白天的工作或学习，我们的能量几乎消耗殆尽，思考也容易变得消极，情绪难以控制，晚上几乎没有剩余的能量，即使试图为烦恼找解决方案，也很难有好的主意。因此，我们可以告诉自己，我现在的大脑已经疲惫了，夜晚的思考会偏向消极，所以暂时搁置一下这些烦恼，等到第二天早上头脑清醒的时候再来思考。这可以成为一个习惯，将有助于我们的心理健康。在晚上用模糊的头脑进行反复思考，纯属浪费时间，也会影响我们的心理稳定。晚上用消极的头脑思考的决定，和早上用清醒的头脑思考的决定可能完全不同。第二天重新进行思考，就会发现问题其实不是那么严重。希望大家在夜晚尽量不要思考负面的事情。接下来是睡前绝对不能做的第二件事：担心并检查邮件或社交媒体。大家是不是在工作结束回家后，或者睡前躺在床上时，担心有重要的信息而不断地检查邮件或社交媒体呢？可能会想着会不会有重要的消息，或者是否有客户发来的重要邮件。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行为，特别是在晚上。智能手机的普及确实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被24小时绑定在了手机上。即使工作结束回到家里，有时候还是要关心工作上的邮件，或者在想要放松、好好睡一觉前，担心朋友发来的消息。我们处在一个全天候在线的状态，这对我们的健康和精神状态都非常不利。有些睡眠障碍的专家指出，许多人可能还未意识到他们的智能手机习惯对他们的睡眠和脑部健康有多大的影响。
智能手机让我们的大脑和精神一直处于工作的状态。虽然智能手机旨在提高我们的生产力，让生活更便捷，但它们也被设计成让我们沉迷，提供各种新信息和有趣的内容。应用程序的通知声会刺激我们的奖励系统，使我们的大脑释放出多巴胺，促使我们更多的点击应用程序寻找新的信息。我们的大脑很容易被智能手机劫持。全球的天才们研究了我们人类的大脑结构，设计出了能够劫持我们大脑的智能手机。因此，我们必须在享受手机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要学会适当的与手机保持距离，尤其是在下班后的私人时间或睡前。不要再拿着手机检查邮件或社交媒体，因为这些行为会刺激我们的大脑，让我们一下子变得清醒。稍微玩一下手机就会刺激大脑，延迟我们的入睡时间。而睡前适度放松非常重要，因为这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所以我们在睡前应该与网络世界断开连接，消除对邮件或社交媒体的担忧，尽量放松自己。曾经在家里担心邮件或社交媒体，或者睡前检查回复这些信息的人，只要停止这个习惯，就会发现自己的安心感和睡眠质量会有显著的提高。请大家一定要试试看。此外，大家可能已经知道，睡前使用手机会受到蓝光的影响，这对我们的睡眠非常不利。智能手机和电脑发出的蓝光不仅对视力有伤害，还会对我们的大脑产生不良的影响。研究表明，蓝光会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这种激素是由大脑的松果体所分泌的，它能调节我们的生物钟，促进自然睡眠。接触蓝光会导致褪黑激素分泌的减少，从而影响我们的睡眠。2015年在美国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参与者在睡前4小时阅读纸质书和电子书的效果是不同的。阅读电子书的人比阅读纸质书的人会更晚入睡，夜间较少感到困倦，快速眼动睡眠时间更短，醒来时会感到更疲惫，褪黑激素的分泌也被延迟。这些研究结果表明，睡前接触蓝光确实对我们的睡眠有影响，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睡前的蓝光。最后是睡前绝对不能做的第3件事，在酒精尚未分解前入睡。这是绝对不能在晚上养成的一个习惯。我们的饮食与睡眠质量有着密切的联系。简单来说，如果我们吃了会影响睡眠的东西，就会难以入睡，睡眠质量也会下降。而如果吃有助于睡眠的东西，我们则会更容易入睡。睡眠是一件无法通过意志力来控制的事情，但我们可以通过控制饮食来间接影响睡眠。因此，尽量掌握我们可控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许多人晚上会喝酒来帮助入睡，虽然酒精确实能让人更快入睡，但它对于睡眠的整体质量却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入睡前喝酒，酒精使我们入睡的原理是它会抑制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这个系统负责发送全身的指令。由于酒精的镇静效果，我们的神经系统会变得迟钝，从而产生困意。然而，这种效果只在入睡的前几个小时有效，之后酒精会逐渐破坏我们的睡眠。研究表明，酒精在最初的几个小时后会对睡眠产生毁灭性的影响，严重降低睡眠的质量和时长。虽然酒精能帮助我们快速入睡，但它会使我们在夜间频繁醒来，导致睡眠被碎片化。许多人可能并未察觉到自己在夜间醒来，但实际上他们的睡眠已经被打断了。酒精还会减少快速眼动睡眠，这种睡眠阶段对记忆力和集中力有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快速眼动睡眠不足，我们不仅会在第2天感到疲惫，还可能增加患病和早逝的风险。此外，酒精还会扰乱我们的昼夜节律，增加夜间上厕所的频率。尽管有些人可能会因为工作或社交而必须饮酒，但建议他们在酒精完全被分解之后再入睡，以减轻其对睡眠的负面影响。酒精的分解速度因人而异，通常为
男性每小时分解9克酒精，女性为6.5克。举例来说，男性分解20克酒精大约需要2小时，而女性则需要3小时。20克酒精相当于1瓶中瓶啤酒、1.5罐500毫升的罐装鸡尾酒或2到3杯200毫升的红酒。如果您不确定自己酒精分解的速度，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判断酒精是否已完全分解。在了解到自己的身体反应后，尽量确保酒精被分解后再入睡，这样就可以避免酒精对睡眠的破坏。通过这样的调节，你会发现睡眠的质量会明显提高，醒来后也会感觉更为舒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